听到叶晨的报价，安东尼奥嘴角抽搐2下，他咬牙笑道：“好啊，敲诈到黑手党的头上，你是真有本事啊！”叶晨好奇地问道：“你是黑手党？”安东尼奥冷笑道：“妈，刚看出来。”说罢，他将1000美金收回钱包里，一脸倨傲地对叶晨说道：“既然知道我的身份，那你现在滚还来得及。”叶晨不屑地说道：“钱都没给就想打发我，你没睡醒吧？”安东尼奥咬牙道：“好小子，给你机会你把握不住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”说罢，他对手下吩咐道：“给我打断他的双腿，然后开车把他丢到100英里以外去，动作快一点。”贵宾马上要来了，几名手下立刻摩拳擦掌向着叶晨走来。这时候，一阵警笛声传来，几辆警车迅速开到跟前。车停稳后，几辆车里下来10多名警察，其中一人来到安东尼奥面前，开口道：“安东尼奥，我们接到报警，有人说黑手党在这里撞车杀人，具体怎么回事？”安东尼奥微微一怔，随即下意识地看向叶晨。叶晨邪魅一笑，立刻对警察说道：“警官，他们的人开车撞了我，不但不处理问题，还掏枪要杀我。”说着，他指向刚才拿枪指着自己的黑手党成员，脱口道：“就是他，他的手里有枪。”几名警察立刻将枪口对准那人，其中一人高声吼道，双手抱头趴在地上。马上，那人一下不知如何是好。他知道美国警察开枪比吃口香糖还稀松平常，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自己不配合，对方很可能真会开枪打死自己。可是，美国警察让人配合的方式很伤人的自尊，因为他们这里枪支泛滥，所以警察必须确保对方没有任何威胁。一般都是双手抱头，整个人张开双臂，分开双腿，大字形趴在地上。普通人倒是无所谓，但是对要面子的帮派成员来说，这跟当街下跪没什么区别。所以，美国每年都有不少爱面子的帮派成员因为面子丧命。警察让他把手拿出来趴在地上，他就不配合。有个甚至还挑衅地把手伸进兜里，再来一句：“我掏手机不行吗？”而美国警察遇到这样的装逼货，也完全不给他后悔的机会。不管己方有几名警察，大家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清空弹夹，然后回去写个报告，说自己觉得他把手插进兜里有掏枪的嫌疑，第2天就能继续上班了。安东尼奥也觉得，如果自己的手下就在这里趴下，实在是有损自己的颜面，于是便开口道：“警官，这里不过就是一桩普通的交通事故，我的女儿开车不小心撞了这位先生的车，我们正在协商如何赔偿解决。”那警官也不太想跟安东尼奥闹得太不愉快，于是便看向叶晨，问道：“先生，情况是他说的那样吗？”叶晨摇头道：“当然不是，是他撞了我，不但不赔钱，还威胁要杀了我。”说罢，叶晨干脆学起丈母娘马兰的风格，往马路牙子上一坐，淡淡道：“我不管，我今天就要在这里看他怎么把我杀掉。还有，他们这些人都有枪，你们要是不处理，我会把这一切都上传到网络上，让大家看看纽约警察是怎么包庇黑手党的。”不远处的强仔此时举着手机开口道：“我已经在视频网站上直播了，还交代了我的朋友录屏，回头他们会把视频发到更多的视频网站上去。”警官一听这话，尴尬地咳嗽一声，对安东尼奥说道：“今天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首先，这件事你们得妥善解决，其次，谁掏的枪，必须跟我回去接受调查。”安东尼奥快气炸了，他哪能想到自己在自己家门口被人敲诈拿捏，关键自己现在还没有任何办法。这时
他的心腹走到跟前，低声道：“老大，贵宾马上就到了。”安东尼奥顿时有些紧张，他可不想贵宾来了之后，先看到自己在门口跟人扯皮，关键还是自己女儿开车撞了别人，自己不愿意赔偿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点点头，将那名手下拉过来，亲手从他腰间将他的手枪抽出来丢在地上，然后把他推给警察，开口道：“你们把他带走吧。”说完，又看向叶晨，开口道：“你要10万美金是吧？等着，我这就让人给你拿。”警察一听这话，顿时目瞪口呆地看着叶晨，脱口问道：“你向他要10万美金？”“对呀。”叶晨一脸理所当然地说道：“我误工费很高的，10万美金已经便宜他了。”警察吞了吞口水，问道：“你应该不知道他是谁吧？”叶晨撇嘴道：“我有必要知道吗？”警察一脸同情地看着叶晨，认真道：“听着，这个人叫安东尼奥·扎诺，我们在这里，他当然不会把你怎么样，但是我们走了之后，你自己要斟酌一下。我劝你不要敲他的竹杠。你那辆车也不算贵，连修车带误工费1万美金足够了。”叶晨不屑地说道：“什么安东尼奥·扎诺，听都没听说过。再说，我一天赚不知道多少钱，要他10万美金本来就是给他面子，打了个折扣后的折后价了，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”安东尼奥也懵了，他真没想到这家伙这么有恃无恐，这么作死的行为，简直就是自己生平仅见。于是他便对叶晨说道：“既然警官也在这，你就别给我打折了，原价多少？你说给我听一听。”叶晨也丝毫不惧，淡淡道：“原价至少100万。”安东尼奥点点头，咬牙道：“你是真有种。这样吧，你要100万现金，我可能拿不出来，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和地址，100万凑齐之后，我给你送过去。”叶晨不屑地说道：“住这么大别墅，100万还要凑，你不嫌丢人吗？”警察只觉得脑子一阵嗡嗡，幸亏是不懂中文，不然一定要说一句良言难劝该死的鬼。安东尼奥也快气炸了，就好像上市集团董事长遇到了停车场小保安。你说1000到1万，夹枪带棒，威逼利诱，可他就是油盐不进，软硬不吃，就是不让你进。于是他忍住心底怒气，问叶晨：“这样，你说怎么解决？我听你的。”叶晨点点头，指着他的庄园道：“我去你家等，你凑够100万给我，我拿上钱就走，这件事就算完了。”安东尼奥惊讶不已地问道：“你是说你要进去的？”“对呀。”叶晨点点头，理所当然地说道：“我当然要在你家里等，不然你关上门躲着我，我怎么办？”安东尼奥顿时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好啊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就请进来稍坐片刻，我这就安排人去筹钱。另外，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，欢迎观看订阅。”